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酒。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业界还在使用 CPU 算图，而不一定是用 GPU 这样子。我前言哦，那 Blender 社团有很多人说用 CPU 算图是狠人啊，这句话我觉得没问题。但是说 CPU 不适合算图，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误区，这样有所误会这样子。然后我是这个负责修电脑的 IT 人员，跟负责一些制作 CG 制作的这个打杂这样子，所以我对这个我们这一行 VFS CG 用的硬体是有所体悟的。好，前言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先宽放的来讲，我们先不讲细节，我们先来讲一些这个误区。这个 GPU 一定更省电吗？这样子，我敢说绝对是啊，这样子。但是有个误区就是，现在 CPU 都是超频过的，然后那个超频过的 CPU 会让它的那个耗电量更高，不成比例的高，就是你性能乘2，但是耗电量是乘以4，这种不成比例的高的感觉，这样呈指数性升高，这样子，所以它比较耗电，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把它频率降下来了，它的性能跟耗电量就会比较成正比这样子。然后大概会省大概2倍以上，绝对省电是2倍以上，这样你的效能跟你的耗电量是呈现2倍以上的省电这样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CPU 算图天下第一，这件事是对的吗？我觉得也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有报过润就知道，尤其是那个 Blender 啦，Blender 那个爆刃哦，就是没救，你就是刃爆了，然后就 crash 啊，就没有然后啦，然后这件事就证明了什么？就是 CPU 的 RAM，CPU 还是很有可用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 RAM 很便宜嘛，对不对？你的 GPU 你要超过24G 以上，你就要花十几30万的去买一张这个 A6000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CPU 算图的一些代价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在一些要求极高的东西上面，这个很好用的，它不能说不能用，但就是不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像 CG 场景很大嘛，像阿凡达那种东西，你就算你用什么 A100啊，H100还是 H80忘记了，反正就是那些算 AI 的那一种 GPU 嘛，对不对？一张要100万台币的那种 GPU，对不对？它只有80G RAM，那你80G RAM，你想要把阿凡达或者一些什么超级无敌多、超级复杂的东西，要可能塞到80G RAM 以上的东西，丢到 GPU 去算，那它的代价就不合嘛，这样子，因为你的那个你的那个 VRAM 如果爆掉的话啊，你的算图软体会把它转到 CPU 的 RAM 去，这样子，然后一来一往，它就性能消耗掉了嘛，也不一定会比较快，然后你 CP 值也不高，你就这样子，你有 get 到就好。但反过来讲啊，就是说 GPU 其实是在这个，比如说广告案啊什么，就是那种做很快，然后东西又不多，比较廉价的需求上面，这才有用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想讲的是，大部分情况下 GPU 算图 OK，但是它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好用的，这样。然后 GPU 的 CP 值是不是高？真的很多，比 CPU 高很多。我只能说是也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对小工作室来讲，GPU 就是非常强的武器，但是对大公司而言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考虑 CP 值性价比的重点，你是整台电脑哦，整个计算节点哦，去计算一张 GPU 这样子要插到一个计算节点上面，这样子成本是多少，而不是说哦，我就一张显卡6万块，它就只有说6万块成本，不是哦，是你要6万块，然后再加上 CPU、RAM、主机板那些东西的成本，而不是单一张 CPU 这种单纯
一个硬体这种事情是整机成本的事情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 CP 值为什么会不一定高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算力转换率，那个很多软体哦，其实你们有一点那个电脑常识的，你们去看那个它有没有你的软体有没有跑 GPU 这件事情，其实很遗憾的是，大部分软体，大部分是多少？可能50% 以上，50% 以上的软体都是以 CPU 计算为主，这样 GPU 都是辅助，而且也不一定会用到哦，就可能是 CPU 100%，GPU 0这种感觉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个重点，下个重点就是 GPU 的过期速度比 CPU 快，我就问你，那个，请问你现在有在用1060、1080系列的显示卡吗？有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好像已经过时了嘛。可是你看，4年前的 CPU 是什么？4年前的 CPU 是 Ryzen 3000系列，那个3090系列，不是3090，3950X那一代 Ryzen 2嘛，忘记了没关系，反正4年前的东西现在还 OK 这样子。然后 GPU 你看你就四年前的你就已经淘汰光了这样子，所以 CP 值你自己去换算一下，CP 值是不是 CPU 不一定会低，GPU 也不一定会高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。那个太多细节了，这样子，你可以感受得到这很多东西可以讲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